自从穷孩子成为了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后，就算工作再忙，他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去父母的坟地里看看父母，为父母在天之灵祈祷。而富孩子为了生活，每天都在路边上靠着摆地摊来支撑家庭。有一天，穷孩子走在路上，准备去坟地里看看父母的时候，突然看见在路边上摆着地摊的富孩子，于是穷孩子就走了过去。当富孩子看见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陌生人时，他惊讶地问道：“你是当年在学校里被我欺负过的那个穷孩子吗？”穷孩子说：“是啊，多年不见，没想到我们还有机会再次相遇。”富孩子知道他是穷孩子后，就想起了以前在学校里对穷孩子说过很多不该说的话，欺负他的各种情景。富孩子就觉得自己很惭愧，他害怕穷孩子会像自己以前欺负他一样来对待自己。富孩子就在穷孩子面前低下了头。这时，穷孩子看见富孩子向自己低下了头，他不但没有惩罚富孩子，而且还对富孩子说：“看见你混得这么可怜，你来我公司吧，我愿意收留你，我会给你安排工作。”富孩子听了穷孩子的话后，就放弃了在外面摆地摊的日子，便跟着穷孩子一起回到了公司。到了公司里，穷孩子就拿出一大笔钱送给了富孩子，对富孩子说：“这是我送给你的一大笔钱，你拿着吧。”穷孩子很感动，收下了钱，嘴里说道：“谢谢你还对我这么好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会把我当成朋友一样。我以前老是欺负你，我现在为以前的事跟你道歉，对不起，你还会原谅我吗？”穷孩子觉得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，就选择原谅了他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几年穷孩子和富孩子两人过得非常开心。有一天，村子里突然来了一些不速之客，作恶多端，无恶不作。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，富孩子被那些不速之客绑架了。当穷孩子知道富孩子被绑架了以后，便让保镖出去打听那些不速之客绑架富孩子的地址。穷孩子打听到了绑匪的地址后，就带着保镖一起去拯救富孩子。穷孩子与保镖一起来到了绑匪的老窝。当他们看到被绑在椅子上捂住嘴的富孩子时，穷孩子就与保镖一起冲了上去，与绑匪干在了一起。最后，穷孩子与保镖还是没有打过绑匪，他们两人纷纷都被打倒了。穷孩子在临死之际，嘴里一直都在祈祷着父母，希望父母在天之灵能保佑自己千万别死去。这时，穷孩子在梦中看见了父母，他们面带着微笑向自己走来。父母纷纷都来到了绑匪的老窝，与绑匪干了起来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父母把绑匪都干倒了，富孩子被得救了，而父母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这时，富孩子在穷孩子面前大喊道：“快醒醒，快醒醒！”穷孩子被叫醒了，终于从地上醒了过来。穷孩子看见富孩子得救了，绑匪也被干倒了。当穷孩子看见眼前的这一幕后，他惊呆了，嘴里说道：“原来在梦中看见的情景都是真的呀！”这时，穷孩子才知道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父母在天之灵拯救了我们。